我一直在等，果然，傅一笑什么都告诉你。看来傅一笑在你心里着实比我重要。咱俩这么多年的兄弟，他说什么你都信。后来，就是想听你亲口说，孟俊然是不是你？是。是不是庄生逼你的？他抓住你什么把柄了？你如果没有苦衷，没有把柄，你不可能这么做。哎呦，你我兄弟这么多年，有什么话是不能说的？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处？你告诉我。我是自愿的，没人胁迫我。为什么？我见不得你好，我嫉妒你。你还不肯跟我说实话？你看。说了你又不信，好，那你跟我说说，我凤随哥到底哪里对不住你了？为什么非要是你对不住我，我才能站在你的对立面？我不配当你的对手吗？我要对付你，不用非得有苦衷，也可以是我自己的意愿。自己的意愿？从小到大，我拿你当我最好的兄弟。可你现在告诉我，你要对付我是你自己的意愿，那你勾结夏景时串通钟慎，是想要我的命？我原本可以不杀你的，我可以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完我想做的事，可是你非要挡我的路，我没办法，我没得选。你想干什么？说话！陆荣耀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10岁那年，你我随父辈巡视边关，那是咱俩摊完扇子脱离了队伍，结果遭遇刺客一事，你可还记得？你们别过来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不要过来！撤！要不是我爹及时赶到，我俩在劫难逃。可是那么多刺客，我爹根本就应付不了。我后来才知道，我爹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想过他能活下去。他唯一想的、唯一在意的，就是你，大皇子。生死关头，我爹第一个要救的人是你，而不是我。我可是他的亲生儿子。走！我那时候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你的命比我的命金贵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你大皇子若是有个什么闪失，我慕容家会被满门抄斩。所以我爹那个时候拼了命的让你走。爹子尝了死亡的滋味，我记得有无数把刀子向我们父子砍来。我那个时候脑子是空的，所以我只能哭，哭着祈求有人来救我们。好疼的，很疼的。我当时疼得晕了过去，再醒过来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全都死了。爹也受了很重的伤，全是刀伤。他的腿也是在那个时候留下的顽疾，直到现在还经常会疼。爹，儿子，你爹在，你什么都不用怕。随哥，快来救救我们！后来呢？后来你们是怎么脱了险？
我一直在等，等陛下派人来救我们，可是等了很久，一直都没有人来找我们。后来我才明白，只要你大皇子安然无恙，我们的死活又有谁在意？大皇子遇险，陛下震怒，那个时候，又有谁能想到我们父子？那条路离边境大营虽只有数里，却是我这辈子走过最远、最长的路。陛下口谕，慕容众听令。即日起，由你慕容一族驻守肃杀北境，未经传召，不得回京。臣明日即可动身。最好今日。陛下还说了，大皇子遇险，你慕容家是万死难辞其咎。不过，看在你护主有功的份儿上，就不予追究了。臣谢恩。我父子二人把生的机会留给了你，到头来还要被发往北地遭罪。凭什么你的命是命，我们的命就不是命？凭什么我们慕容家就是要做好为封家牺牲的准备？为什么你回去后不派人来接我们，不派人来救我们？为什么不向陛下求情？我们不是兄弟吗？我需要时你在哪儿？你在哪儿？我醒来之后，第一件事情就是问你们父子情况如何。可当时他们告诉我说你们已经脱险了，再见到你时已经是2年后，所以那时候我以为你们……你以为你们信奉的永远都只知道你以为，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吗？哎呀，这些事情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？早和你说，你能还我一块脚掌吗？你能让我爹不要一大晚上腿就那么疼吗？早和你说，除了能博取你的同情，我能换来什么？唐随哥，我告诉你，我这辈子最讨厌的、最厌恶的，就是你的同情。我也出自将门之后啊，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个大将军，可是我连马都骑不了。当年我爹和你爹一起打下了肃杀江山，你爹当了皇帝，而我爹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侯爷罢了，公平吗？哎呀，收手吧，趁现在还来得及。一件事我琢磨了10几年，你让我如何收手，怎么收手？我就想为我自己活一回，我只想让慕容家得到他本应该得到的，这有错吗？趁我爹在傅一笑手里，我不能拿你怎么样，你可以杀了我。怎么不忍心？怎么样，现在能下得去手了吧？我只有一个条件，放了我爹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从今日起，你我两亲不再是兄弟。